儿子幼儿园女老师冒充我，在某音依靠偷拍我老公，儿子照片爆火，不仅背假包、戴假首饰骗钱，还深夜给我老公发来暧昧短信。我拦下准备联系法务起诉的老公，甩手就把粉丝群链接扔到了富太太群。家人们，这不比搓麻将好玩？深夜，我正热火朝天的在富太太群里炫耀今儿拿下的驴牌包包，就听见林州的手机滴滴滴响了好几声。我和林州之间向来隐私坦诚，便想也没想的拿起手机开了指纹锁。映入眼帘的是个用着皮卡丘头像、名字叫娇娇的发来的微信消息：谢谢你帮我，衣服已经洗好了。配图是张挂在女生衣柜的黑色西服外套，还心机的露了女生半个身子，那薄吊带裙可不能再低了。我点开原图放大，举着手机钻进了我们家衣帽间。林州最不喜欢穿纯黑色西服，他仅有的一件还是我们俩结婚的时候我逼他买的。我看着正明晃晃挂在自家衣柜里落灰的西服，有些懵。正巧林州洗完澡刚从浴室里出来，看到我光着脚丫子站在地上，大不过来一把把我抱离了地面。他蹭了蹭我的鼻尖，不想要妹妹了？这么凉，连袜子也不穿。我撇嘴，拿着手机就对在了他的脸前，一副十分占理的表情。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林州接过手机，单手把我放到了床上，才认真看内容。我去，这老师有病吧？我盘腿坐在床上，暴毙一副质问犯人的态度。怎么说？林州扔了手机后蹭到我身边，委屈地开口道：就上周你跟那太太圈出去玩，我去接咱儿子，谁知道这没见过的老师吧唧一脚就摔我跟前儿了，还正好跌在下过雨的水坑里，所以你就英雄救美把外套给他了。我顺口接道：哪能啊，少爷我6位数的西装外套能给他？我当时就觉得这老师平地摔有点假，但又不好意思直接走，就把司机小李的外套给他喽。我哦了一声，明显有些不太信。他非要加我微信，你儿子又闹着要妈妈，我一着急就加了。老婆你不会生气吧？林州眨着眼睛，吭叽吭叽地钻进我怀里撒娇。我撇了撇嘴，一巴掌拍在他背上。谁知道是不是林少爷百花丛中过，万般皆留情，惹得人家小姑娘误会。林州一脸笑嘻嘻地亲了我一口，见我没生气，便抱着我不撒手。我被他气笑了，伸手捡起手机，顺手点开了朋友圈。打开姑娘的朋友圈，看起来就像是精心布置好等着你来翻的感觉。P 好的精美自拍，各种旅游风景，深夜情感文案，还有分享她的各种兴趣爱好。我扒拉着自拍的照片，林州靠在我身上也跟着一起看，时不时还发表一句：现在的 P 图软件真厉害，P 的亲妈都不认识了。我笑着打了他一下，让他闭嘴。我俩翻遍了整个朋友圈，连个地标性建筑都没出现，这姑娘倒是挺谨慎。我又试着拿微信名去微博搜索，这姑娘娇娇俩字后带了个兔子表情包，倒是一搜就搜了出来，不过微博空空如也。正当我有些意识到自己过于敏感，去翻人家信息很无聊且变态的时候，娇娇发来了微信：林先生，明天可以单独请你顿饭吗？我准备了个小礼物，算作谢礼，还附带了个小姑娘可爱娇羞的表情包。哟呵，有点意思。林先生，人家想请你吃饭呢。我故意夹着嗓子冲着林州甜甜地说道。林州翻了个白眼，正想抢过手机对那老师时，被我一把拦下。我瞬间来了兴致，学着林州霸总的口气回复道：不用了，举手之劳。见我这边回复，那姑娘迅速秒回：不好意思林先生，因为是第一次有人对我这么好，我有点感动，配了个哭唧唧的表情包。这就搁这儿营造孤儿人设了呗。姑娘段位有点低。靠在我身上的林州此时已经不想再看我跟他聊下去了，有些黑脸的想让我直接拉黑删除。我撒娇推着他进了书房。我知道林州很烦这种不知分寸的女生，所以眼不见为净，我来处理就好。我没再继续回复那老师，反而又打开了他的微博。微博空空，可粉丝倒是不少。我点开关注列表，排除了一些营销号自动关注，找了几个可疑目标。经过逐个排查，我终于在某个互关好友评论下找到了这姑娘的小号。真是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这姑娘小号几百条，全是类似记录情侣恋爱日常的博客，每天定点更新，
底下还有100条评论羡慕她的好老公。感情这姑娘已经结婚了。我更加百思不得其解，翻了几十条文案，在其中一条记录老公给她买包的微博下，顺着网友评论，发现她还有个某音号。某音号和她的微博小号名字一样，我顺藤摸瓜找到了她的某音大号，竟然还是个拥有50万粉丝，并且已经开通了直播功能的小网红号。我稍稍有些感叹，这姑娘真不一般，随手就打开了她的第一条视频。我看这视频里各种角度拍摄，加上柔情 BGM， 点赞100万的我老公，儿子幼儿园互动的照片，一脸懵逼。她说她是个嫁入豪门的富豪太太，她说她老公给她50万零花钱，她说她被儿子宠上天，每天只能和闺蜜喝下午茶打发时间。这特么不就在说我吗？怎么成了她了？我没惊动林州，继续往下翻，直到翻到了她发给我老公的那张西装外套照片。我瞬间感到汗毛倒竖，非要把自己的霸总西服放进我的粉嫩裙子里，真拿他没办法。底下粉丝，这是什么神仙小说情节啊！我一阵恶寒，继续翻。一张偷拍我们家的车的照片文案，给我买的生日礼物，他说要我坐在迈巴赫上笑。一张幼儿园拍摄我儿子侧脸照，宝贝儿子告诉我爸爸说妈妈今天很美。一张我老公在幼儿园等儿子放学照，今天陪我来接孩子，他说带我去吃日料。每条下面都是无数粉丝评论，我连续看了100多条，差点连我自己都信了。看视频拍摄的日期，大约是从1年前就开始更新了。虽然我们家儿子的确很多时候是林州去接，但儿子的那几个老师我是认识的呀，我并不记得有这姑娘。因为林州今年老飞国外，他又知道我爱玩，便雇了阿姨，连带着我俩今年都很少去幼儿园接儿子了。所以从今年开始，这位所谓的富豪太太开始更新一些包包首饰之类的图，很少再拍我老公儿子了。当然包包首饰是假的。我心里刚稍稍有些平复，就看到了他某音主页的背景图片，竟然是我们家的独栋别墅。看最新一条视频评论，那张背景图是3天前更新的，也就是说他已经知道我们家住在哪儿，并且知道我的存在，这不是妥妥的做梦做上瘾想上位吗？林州，我嗷的一嗓子，吓得林州从书房里飞奔而来，看到我满脸惊恐的表情，他二话不说就把我抱在了怀里。前段时间赶上公司上市，总有些不怀好意的人搞破坏，所以林州一听到我不对劲就异常紧张。他轻轻安抚着我，直到我开口才询问我怎么了。我把手机丢给他看，良久，他阴郁着一副要杀人的脸，摸了摸我的头，站起身打给助理。5分钟后，那位女老师的全部资料就发到了电脑上。不过是个普通的私立幼儿园的女老师，20多岁，大专毕业，家庭条件一般，长相倒是7分多一点，还一直被评为优秀老师。倒是让我猜对了，的确是刚调来我儿子班的，怪不得我不认识。我看着黑着脸的林州，浑身散发着骇人的气息。我自个儿的手机在桌上嗡嗡嗡的响不停，是富太太群里的赵太太分享她刚认识的男模。她见我这个平时最爱看帅哥的人许久不说话，在群里疯狂艾特我。我敷衍回了一句起诉吧，我去联系法务，只是可能判的不多。林州回过头看着我，我点了点头。你行不行啊，沈庆庆，怎么破产了？消息都不回了。我拿起一直响的手机，看到了赵太太发给我的夺命连环30秒语音。突然脑袋中灵光一闪，拦下林州还没拨出去的电话。想要报复一个人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等他犯更大的错误。我立马甩手就把小网红老师的粉丝群链接发到了富太太群里。我虽然的确是嫁入豪门的太太，但那也是因为我们家本来就是豪门。想要跟我玩，你会死得很难看。哟，这小网红挺有本事啊，早知道我也去晒晒我家小男模，肯定也能火一把。赵太太一看见我发的消息，直接甩了个群电话过来。庆庆，你想怎么办？跟我们家世交关系最好的周太太也最聪明，估计是早已明白了我的意思。对啊，需要我们做什么尽管说。剩下几位也在群里回道。我挂了语音电话，把我自己某音的3个小号发到了群里。我想让你们帮我添把火，他越是上头，错处也就会越多地显露出来。叮叮叮。
某音发出消息提醒，周太太、赵太太还有李太太一起进了女老师的粉丝群，欢迎新进群的粉丝宝宝。林太太会不定期发红包哟。粉丝群管理员发出了欢迎的信息，紧跟着群里在线的其他粉丝也刷屏表示欢迎。发多少红包啊？赵太太倒是实诚，一点不拐弯地问。100到1000不等哦。管理员在群里回复。就1000啊？这群里500人，一个人才2块。李太太是精神打击。管理员大约是没想到有人会挑事儿，愣了半分钟才措辞回复道：新来的宝宝请注意言行哦，没见过抢红包还嫌少的呀，有本事自己发个呀。管理员发完，群里维护主子的粉丝开始说话了。对呀，我们林太太可是豪门太太，想发多少没有？你有本事自己发呀。我看这些人就是嫉妒林太太嫁了好老公吧。第一，花开半夏发出红包1万元好啊，我有本事我自己发。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赵太太的一顿操作猛如虎，1万元就跟1块钱一样，说发就发了出去。我去，你真拿钱不当钱啊！我急忙给赵太太发去信息，避免她一冲动再甩个1万8千的出去。谁知赵太太云淡风轻地回了我个等着看好戏。1万元红包5秒抢完，群里沉默了2分钟，抢得最多的人竟然抢了2000多。花开半夏，呜呜姐姐你也太大方了。有抢得多的人率先说话了。妈呀，我抢了好几百，天哪，这都是什么神仙太太啊！我也是。跪谢。花开半夏眼看着群里越来越多的感谢赵太太的信息，场面瞬间有些失控，管理员不得不出来维护秩序。这里是林太太的粉丝群，还请大家认清正主。哟，现在想起主子了，刚刚抢红包的时候怎么不说？赵太太直接把抢红包的截图发了出来，管理员竟然抢了1000块。管理员被呛得不说话了，我给赵太太发了个大拇指的表情。第一，群主空降，今天群里好热闹哇！我看着备注自己为林太太的女老师来了，我猜她一定是在后台时间。你就是林太太？好歹也是自称身价过亿的豪门太太，怎么红包才发那么点？怎么着也得发个几万块表示吧，别怕是冒充的吧？周太太出场，激将法最能让人脑热上头。周太太发完，群里安静如鸡，再没有粉丝出来维护她了。谁不懂吃人嘴软拿人手短的道理呢？这位宝宝，不知道你从哪听来的假消息，我可是货真价实的林太太哦，哼，真够不要脸的。林太太发出红包2万元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。林先生特意让我感谢各位的，至2万元，10秒没了。赵太太给我发来了信息，姐喜欢实在的，先坑他2万，够他今晚睡不着的。我看过了，他虽然50万粉丝，可广告才接了2条，报价都不高，这2万直接让他1年白干。周太太在群里回复道，而且他一旦开了这个2万的头，以后就别想再发100-200糊弄了。李太太也附和道，我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就差给群里3位姐姐磕个响头了。经过昨天群里的一番折腾，我还是决定亲自去一趟幼儿园。我特意开了那辆迈巴赫，停在了学校最明显的车位上。我过去的时间早，距离放学还有1个多小时，校园只有零星几个家长跟我一样在等孩子。我顺着学校操场、游乐园逛了一圈，根据女老师拍摄的照片，找到了多处与照片重合的地方，我一一拍照做了记录。眼看着放学时间马上就到，我跟着人群去了班级门口等待，还特意站在了队伍后面。放学铃声响起，各班的门统一打开，我看着那位女老师从教室里走出来，先朝家长中环顾一周，难掩眼中失落，忽的又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，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。我猜她是看到了那辆迈巴赫，以为林州来了。各位家长不要急，咱们排好队接孩子。女老师满面春风，连带着声音都欢快了起来。排了几分钟，终于轮到了我。我想她是一时间没有看清我的脸，笑着问我，您是哪位孩子的家长呀？我抬起头也笑着看着她，用最平淡的语气说道，林子轩妈妈。我眼看着她又震惊又慌乱又故作淡定的眼神，脸上的笑容全垮了下来。我看着她说道，多谢杨老师对我们家子轩的照顾，以后我都会来接孩子。啊，那林先生呢？杨娇娇脱口而出，说完才发觉自己太沉不住气，又想找不回来，只不过我没给她机会。哦，你说子轩爸爸呀？
他要到国外工作了，以后都不来了。啊，哦，这样啊。杨娇娇脸上难掩失落。子轩看到妈妈后，自己从教室里跑了出来，我领着孩子做事要走。子轩妈妈，你等一下。我就知道杨娇娇不会这么轻易的让我把孩子接走，毕竟我一走，她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接触林州了。我带着孩子站在教室外面，杨娇娇叫了别的老师替她，她钻进教室里，拿了个纸袋子走了出来。子轩妈妈，这是林先生放在我这儿的衣服，麻烦您帮我给他吧。哟，还放在你这儿的衣服，这小绿茶可真会说话。我没有他想象中的生气，只是微微一笑就接了过来。杨老师，我想您是搞错了，我们家孩子爸爸最不喜欢穿黑色西服。我不急不躁的又把纸袋递给了他。杨娇娇愣了一下，随后着急的说道，这不可能啊，那天是他亲手把衣服给我的，而且他还让我别着凉。我看着他一脸无辜中又带点得意的表情，这要搁不明真相的人身上，估计早被他挑得回家吵架去了。哎，子涵妈妈，我在这儿。我朝着隔壁班家长堆招手，一个有点微胖、长得凶一点的妈妈看见我朝她打招呼，高兴地走了过来。呀，林太太也来接孩子放学呀。我点了点头，把杨娇娇手中的纸袋子递给了她。子涵妈妈，这应该是小李的衣服吧？杨老师说放在他这儿挺久了，你带回去吧。子涵妈妈就是司机小李的妻子。我说完，转头看向杨娇娇，她眼神迷离地站在原地，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。她估计没想到林州会把司机的衣服给她。啊，小李的衣服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前2天还说他怎么有件衣服找不到了，原来是杨老师拿着了呢。小李妻子瞥了一眼杨娇娇，脸色瞬间变得有些难看。是啊，刚刚杨老师还说小李怕他感冒才把衣服给他了呢。我站在旁边轻描淡写的把杨娇娇的话给小李妻子重复了一遍。哦，那我们家小黎可真是贴心，知道把衣服给别的女的穿，都不知道给孩子加件衣服。小李妻子嗓门很大，子涵又正好打了个喷嚏。许多人听到动静朝这边看过来，杨娇娇被我和小李妻子堵在门口，想走也走不了。对啊，前2天杨老师还大半夜给我们家孩子爸发信息呢，差点让我给误会了。我故意抬高了嗓门，周围人听到我的话，纷纷开始议论起来。杨老师，您还没有男朋友吧？要不要我给您介绍一个？也好，让您别整天又是拿衣服又是发短信的，惦记别人的老公。小李太太说话非常直接。杨娇娇到底是新上班没多久的年轻小姑娘，被小李太太一说，瞬间涨红了脸，眼泪已经开始在眼眶里打转了。我给小李太太抛了个眼色，她心领神会的带着孩子边走边说，哎呦，现在当个女人是真不容易啊，防火防盗还得防幼儿园老师。小李太太走后，人群也渐渐散开了，只剩下我跟杨娇娇2个人。我看着她，慢条斯理的上下打量了她一圈。杨老师，被人指指点点的感觉怎么样？如果不想再体验一次，就请好自为之吧。我在杨娇娇错愕的目光中带着儿子走了。谁知道刚到家，林州就给我发来了微信，林先生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感谢您帮了我，如果让子轩妈妈误会了，我向她道歉，我不想你也被她误会。哟呵，这姑娘真是贼心不死，把我刚刚说的话全当了耳旁风。我本来打算警告她一下算了，现在我看我是没必要再以礼待敌了。我把在幼儿园拍的照片重新整理了一下，又加了一点在家拍的照片，直接做了个跟杨娇娇差不多的账号，又往里投了点推广费。不到1天时间，我的小号涨了20多万粉丝。我接着对杨娇娇的账号进行了投诉举报处理，虽然没有申诉成功，但是却让她禁号了7天。7天之内，她没有办法再发送任何信息，并且会对她的号进行限流处理。我就利用这7天时间，大量发布与她类型相似的视频，条条100万浏览量。毕竟我发的东西都是真的，而且请了专业的剪辑师，各种慢放 BGM， 迷的人不要的。不到3天，我的小号粉丝数就超过了她养了1年多的号。在我意料之中火了之后，杨娇娇账号的粉丝开始来我的视频底下质疑抄袭。我专门做了个回应视频，放在首页置顶，这个回应视频又让我涨了几万粉丝。各位关心我的粉丝，
由于大号林太太的豪门日常出了点不可逆的问题，现将所有视频搬到此账号，大号不用了，还请各位不要迷路哦，惹我就要拿走你最重要的东西。我创立了新的粉丝群，通过太太圈几位姐姐的引导，杨娇娇账号底下的粉丝大部分都关注了我的小号，连那个群的管理员都跟着来了新群。杨娇娇那个账号算是全白费了，就连她之前的商务客户都来我的新号下找我接了2条就把花的推广费全赚了回来。我猜躲在手机背后的杨娇娇一定是气坏了，可是气坏了又能怎样呢？她总不能举报我是冒充的吧？我拿过我老公的手机给他发了条微信，杨老师，之前劝你不听，现在满意了吧？杨娇娇没有回复我，5分钟后我被他拉黑了。1周后，我重新给儿子找了学校，去原幼儿园办理手续的时候，才知道杨娇娇被幼儿园给开除了。原来那天我和小李太太赌她的视频被发到了幼儿园的大群里，惹来许多家长的不满，由此还牵扯出杨娇娇教学能力差、脾气还大的投诉。幼儿园的上层领导高度重视，杨娇娇就只能卷铺盖走人了。我有些诧异，忽地想到了什么，急忙给林州打去了电话。幼儿园视频的事儿是不是你干的？我问他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良久才嗯了一声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杨娇娇干的那些破事儿？是。小李太太也是你安排的？我被气笑了。你大爷的，不早和我说。我本来想着自己解决，电话那头突然没了声音，我耳边却传来了熟悉的声音。我转过身去，看见林州举着电话从车后边走了过来，一脸傻笑地看着我。我故作生气地扭头不去看他，他却从身后抱住了我，亲了亲我的脖子，委屈地说道：我本来想自己解决，可是后来发现被老婆宠着的感觉真好。林州松开了我，站在我面前，特认真地说道：沁，我之前总以为我能保护好你，可是自从经历了公司上市，又到现在这件事，我才发现我根本不如我自己想象中那样强大。我嗯了一声，他接着说道：我才发现你比我想象中强大。废话，我家也是这样过来的，我爸我妈也是相互扶持走过来的，我自然也不是温室里的花。林州重新抱住我，闷闷地靠在我的肩头。好，那以后老公就全靠老婆保护我了。杨娇娇的事情过去之后，儿子在新幼儿园适应得很好，我的小号也维持了1周更新1条的频率，偶尔发红包，粉丝量保持着稳定增长。只可惜生活刚平静没多久，又出了问题。那天我和儿子在家过周末，别墅的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敲响。我开了门，是一对乡下打扮的年轻夫妻，见了我二话不说就往屋里走，我急忙上前去拦他们。他们嘴里嚷嚷着找杨娇娇，我心中大感不妙，急忙给林州打去电话，他让我开着免提，急忙往家赶。不好意思，你们找错地方了，杨娇娇不住这里。我把儿子送到2楼卧室安顿好，独自下楼去应付他们。不可能，娇娇给的我就是这个地址，她说她嫁给了公司老总，让我来这儿找她。夫妻中的男人端起我倒的水一饮而尽，看起来是走了很久的路。就是娇娇不会骗我们的，娇娇说她住这儿，你又是谁呀？女人盯着我，那气势像是我才是外人一样。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，还请问你们是杨娇娇的什么人？我总得先问清楚什么情况。男人狐疑地打量了我一眼，还是那个女的嘴快。我们是娇娇的哥嫂，这不是她好久没往家里汇钱了，她侄子马上要交学费了，我们就过来找她了。原来是吸血鬼家庭啊，怪不得杨娇娇会干出这种事情。你是娇娇的朋友吧？要不你把钱替娇娇出了，我们马上就走。男人开口道。我真没见过这样厚颜无耻的人。低别墅的门从外面被打开，林州一脸着急地从门外冲了过来，迅速把我护在身后，警惕地看着那2个人。我拽了拽他的袖口，小声把事情原委解释了一通，林州脸色才稍微缓和了一点。哎，你就是娇娇的老公吧？我们看过照片的，就是你。忽的女人指着林州一脸惊喜，接着就走上前来，上下围着林州看了一圈。还是娇娇会找男人，一看就是有钱人。女人发出由衷的感慨。我心中一惊，杨娇娇怎么连家人都骗？她究竟想干嘛？没等我开口解释，林州先阴沉着脸说道：我不知道杨娇娇是怎么骗你们的，她只是我们孩子的幼儿园老师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如果你们再不离开这儿，
警察会来跟你们解释的。男人听到林州的话，愣神过后，突然觉得天塌了一样，冲过来就要跟林州理论。你胡说，我看你是想抛弃娇娇跟这个女人过。今天我就作为哥哥的身份，好好教训教训你。男人说着，抡起拳头做事就想打架。忘了说了，林州学过几年拳击，成绩还算不错，拿过几个奖牌。我站在他身后，看着这对不讲理的夫妻，没本事只会吸妹妹的血，呸！林州3下5除2就解决掉了夫妻俩。就在林州想把两人扔出去的时候，杨娇娇来了。我抱着胳膊，看着杨娇娇对着林州哭得梨花带雨，一旁的哥嫂还扯着她吼着让她解释清楚。林先生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杨娇娇就跟看不见我一样，一个劲地冲着林州道歉。我挑了挑眉，从林州背后探出头去，看着画着精致全妆、穿着紧身黑色短裙的杨娇娇，这姑娘怎么老是不知悔改啊？可我说杨小姐啊，咱们也不能总逮着一只羊薅吧。你说我老公要是真对你有意思，那算我认，他既然对你没意思，你越是这样，反而在男人眼中越掉价。林州默默往后退了一步，我蹲在了杨娇娇旁边，看着她哭花的妆，抬手拿掉了她快脱落的假睫毛。杨娇娇咬着唇，泪水很不要钱似的往下掉。林太太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叹了口气，咱作为一个女生，总得学会自尊自爱吧。似乎是我的话刺激到了杨娇娇，她一改刚刚的娇弱，眼里蓄满了委屈不甘。自尊自爱，自尊自爱是你们有钱人才说得出口吧？我一个月6000块，要先给家里寄4000，自己只能住地下室里吃泡面，凭什么你们就能嫁豪门一跃成仙？我长得也不差，怎么就不行了？我们能嫁入豪门，那也是因为我们家本来就是豪门啊。妹妹啊，这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儿？我当初陪他创业的时候有多难，我们家破产重组的时候有多难，你从来没有了解过。就凭着我是豪门阔太太，就说我是只能靠丈夫的花瓶，你觉得对我们公平吗？我无奈地看着杨娇娇，她听完我的话有些发懵，一时间又有些崩溃，好像某些强撑的东西突然碎裂了一样，整个人像是被吸走了魂一样。看着她瘫倒在地的模样，我竟然有些心软。我把林州拉在一边，悄悄替杨娇娇给她哥嫂付了钱，把那对夫妻打发走，避免他们对她做出过激行为。接着我把杨娇娇从地上拉起来，把她按在沙发上，又叫来保洁把家里收拾了干净。后来我塞了2万块钱给杨娇娇，好好找个工作，心狠一点跟家里断了，兴许日子能好过一点。杨娇娇神情复杂地看着我，我把她推到门外，关上了门，看着她走了才转身回来。你这样做会不会在助纣为虐？林州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。我站着没动，摇了摇头。再次遇见杨娇娇，大约是在半年后了。林州的公司出了点问题，我心情不是很好，事情也都默契的没给家里说，想着自己节俭一点度过难关。我打车去了距离家远一点的地方买菜，那里的菜比平时超市的菜要便宜。我拎着菜从市场出来的时候，正巧碰见杨娇娇从旁边的写字楼里出来，她先叫住了我。我们俩坐在咖啡厅里，我看着她是大变了样，不再穿一些凸显身材的裙子，换上了素净的长衣长裤，头发也挽了起来。她把装着钱的信封递给了我。林太太，谢谢你，我已经彻底跟家里断了。我笑着接过钱，能看得出来她是真心感谢我，我自然也替她高兴。其实我当时就是一心鬼迷了心窍，我根本就不喜欢林先生那样的。杨娇娇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道，我现在在这儿的早教中心上班，如果有我帮得上忙的，尽管找我。杨娇娇给我递了张名片，她现在是个早教中心的网红老师。她把手机打开某音让我看，那上面全是她自己分享的早教育儿经验，加上人美嘴甜，已经积累了100多万粉丝，比她当时冒充我可赚得多了。我当时统共就赚了2万块，结果还被群里人忽悠全发了出去，在之后号就没了。我捧着咖啡杯轻轻抿了一口，有些尴尬地笑了2声。我没告诉他忽悠他发红包的粉丝是我找的人。滴滴滴，杨娇娇接了个电话，笑得一脸甜蜜。男朋友啊？我问道。跟我们公司一个楼的。杨娇娇说道。我点了点头，看了眼时间，该回家接孩子了，
便起身跟杨娇娇告别。林太太，林先生是个好男人。杨娇娇留下一句话，挥手跟我告别，走进了写字楼。我看见早早在门口等她的男朋友，两个人牵着手很甜。我打车到家时，已经天擦黑了。林州今晚破天荒没有应酬，早早做好了饭在家等我。我望着满桌好吃的，虽然最近胃口不太好，但我还是露出了惊喜的表情，跑过去抱住了林州。我依偎在他怀里，久久没有说话。我听着他胸膛里的心跳，感受着他怀里的温暖，最近的疲惫消了大半。怎么了？一天不见就想老公了？林州笑着打趣我，打横抱起我放在了餐桌椅子上，把刚做好的菜喂到我嘴里。我今天碰见杨娇娇了，挺开心，她现在过得还挺好，还说感谢我呢。我喝了口汤，把今天的事情说给林州听。林州点了点头，看起来情绪不太高。我察觉到他有些反常，便小心翼翼地问道：怎么了，老公？项目不太顺利吗？老婆。林州叫了我一声，我放下筷子，认真地看着他。如果我说公司状况有些不太好怎么办？林州望着我，脸色有些不太好。我愣了一下，露出了笑容。如果公司不好，那就只能委屈你当我们家的上门女婿喽。好啊，你在这等着我呢。林州把我一把抱起，吓得我哇哇乱叫。良久，林州靠在我身上，递给了我一张纸。我定睛一看，项目中标书，你拉到投资了。我激动得差点跳了起来。啊，你竟然敢骗我！我兴奋得要打林州。我去拿红酒庆祝一下。林州跑得倒挺快。我望着他的背影，笑得合不拢嘴。突然他的手机响了一下，我拿过来看了一眼，是工作上的事情。可当我要关掉手机时，突然在微信列表看到了杨娇娇的名字。我打开微信记录，看到了他们停在今天的聊天。看什么呢？林州端着酒杯过来了，我笑着说没事。接过酒杯，我闻见红酒的味道，突然一阵恶心，冲进厕所干呕了起来。林州急忙跟了过来，一脸着急地问我怎么了。林州，我怀孕了。我看着他平静地说道。林州懵了一秒，随即反应过来，兴奋得差点跳了起来，紧紧抱着我，激动得都快哭了。接着又冲进儿子房间，也不管儿子醒没醒，大声喊着：儿子，你要当哥哥了。我笑着看着他的背影，泪水不受控制地落了下来。林州，我怕你分心，所以没有告诉你我怀孕的事，你却看见了我情绪不好，特意安排了杨娇娇让我开心。原来爱真的会全心全意为对方考虑。现在我明白了杨娇娇告别时说的那句话：林州，我爱你。